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姨妈推迟1周后，男友误以为我怀孕了，他火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妈。当天下午，他妈就带着大包小包来了我们家。乔乔，你要抓紧和我儿子结婚，给我们张家生个大胖小子，做个家庭主妇，伺候好爷俩就是你的主要工作。男友也在一旁帮腔，我跟我妈商量好了，我们家不会再出彩礼了，意思办个酒席就好。等你生出个儿子，我们会给你2000红包当奖励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，把手里1条杠的验孕棒藏进了兜里。还好我没怀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刚告诉张帆自己姨妈已经推迟了1周，他就兴奋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。什么？你说真的？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张帆难掩脸上的激动，双手紧固住我的肩膀。我被他的动作弄得生疼，不悦地用手打掉了他落在我肩膀的手。不一定啊，我们每次都有做错失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怀孕？错失不是100%的，你以前姨妈都很准时，这次迟了1周都没来，我估计8、9不离10了。你等我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。她没有再理会我，手忙脚乱拿起电话去了阳台。我张了张口，想告诉她月经推迟是很正常的现象。看着她欣喜的背影，最终还是没说出什么。我比张帆大1岁，是他的同校学姐，我们已经谈了3年的恋爱，准备今年稳定下来就订婚。对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，我心里会有些慌乱，而且我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家里的公司刚交给我打理不到1年，我有很多事要忙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怀孕生子。但我也没想太多，自己先外卖了验孕棒，打算先测测，如果真的怀孕了，我也会着手打掉。当天下午，张帆妈就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一开门，张帆妈就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了门。乔乔，听说你现在怀孕了，我就赶紧从乡下出来，过来照顾你。张帆妈满脸期待地看着我，把我拉到了沙发上坐下。乔乔，你要抓紧和我儿子结婚，给我们王家生个大胖小子，做个家庭主妇，伺候好爷俩就是你的主要工作。你相信阿姨，阿姨不会害你。母凭子贵，我儿子那么有出息，你抓住我儿子的心，后半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张帆妈越说越离谱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未来孙子在朝自己跑过来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张帆就插了嘴，我跟我妈商量好了，我们家不会再出彩礼了，意思办个酒席就好。等你生出个儿子，我们会给你2000红包当奖励。听完他说的话，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这一刻，我对张帆感到无比陌生。我把手上握着显示1条杠的验孕棒藏回兜里，心里打消了现在告诉他们我没怀孕的念头。那生了女儿呢？张帆闻言假意思索了一会，那只能给200，毕竟也是我们张家的孩子，我不搞重女轻男那一套。我在心底冷笑，看着他们的笑脸，仿佛恶魔的邪笑。阿姨，我不打算当家庭主妇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张帆妈眉头紧蹙，极力反对着我的话。你不做家庭主妇，谁来带孩子？我儿子可不会带小孩做家务的，这些都是女人家做的事。我儿子可是要在职场上放光赚大钱的。张帆也不满地看着我。对呀，乔乔，我是男人，我要出去赚钱，相夫教子是你们女人家的事。等我入职了信华公司，会养你们的。我嗤笑出声，觉得他真是又天真又自信。信华公司是我家的公司，而我现在就是信华的总经理，
张帆能拿到信华的邀约，全是靠我给了他机会。可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张帆。你笑什么？你不做家庭主妇，难道要出去赚你那几千块的工资吗？以后这个家不还得是靠我？张帆见我笑，心里更加不满意，嘲讽地对我开口：我比张帆大一届，毕业比他早。第1年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学习管理公司的事宜。张帆问我找到什么工作的时候，我直接告诉他我没有工作。可能那个时候，张帆心里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用的普通女生，是需要靠夫家才能生活下去的女生，以至于后来我告诉他我找到了工作时，他毫不在意，甚至没问过我做的是什么工作。张帆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失望透顶，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走回卧室，打算收拾我的衣物。我的话像是刺中了张帆的痛处，他瞬间破防起来。我是什么人？要不是看你当时有几分姿色，我会跟你在一起吗？现在也是看你怀孕了，我才打算和你结婚，不然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大学里追我的女生大把，等我以后出息了，看你怎么跪下来求我。他边骂着，边和他妈跟着我进了房间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收拾东西走，要跟我分手？恭喜你猜对了。我抬眼看他，眼底没有一丝情绪。这间房子是张帆租的，吵起来我也没有理由留在这，按照他的性子也会直接赶我走。儿子，你别管他，都有你孩子了，还能跑哪去？现在就是在闹脾气，想着压你一头。你妥协了以后，他就会一直用这样的方法刺激你。你听我的，他现在敢跟你分手，就是没人要的破鞋。女人的清白最重要了。瞧瞧你也是，好声好气劝你，你不听，硬要闹得这么难堪。张帆妈嫌弃地瞥了我一眼，眼里都是志在必得。我听得心里直冒火，火团梗在心里无处发泄，瞬间连收拾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最多我全部重新买过。我把手上的衣服甩在地上，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张帆，之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张帆被我突如其来的巴掌扇懵了，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就走出了家门，身后传来嘈杂的追逐声，不一会也就没了声音。我隐约听见是他妈拉住了他，在他耳边洗脑：你别追了，妈是过来人，这种女人要给点教训。她都怀了，不敢真的跟你分手。这不，东西也没拿走。我心情极差，打了辆出租车回了自己在公司附近租的公寓里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手机，就看见张帆给我发的语音信息。我点开，他恶狠狠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乔妍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别闹你的脾气了，赶紧回来给我们道歉认错，我还会原谅你。我没耐心继续听下去，直接把他的微信和电话全部拉黑。做完这些，我瘫软在床上，总觉得有些不真实感。没想到一次乌龙，竟让我看透了张帆一家。同时，我心里不禁庆幸，自己能在这时候看清他们的嘴脸，及时止了损。接下来的2个星期，我都没有再听到张帆的消息。只是时不时会有陌生号码打进来我手机，每次一接听就听到张帆的声音，我烦不胜烦，直接换了张电话卡，世界才彻底清静。正当我以为之后的生活不会再被他们困扰时，他们却找上了门。我下班回家，一出电梯口就看见蹲守在我家的张帆和他妈。乔乔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一看见我，张帆妈就热情地扑上来。我反应过来，嫌恶地躲开。我打量了一下他们，心中疑惑，他们从哪里得知我的地址？你们来干什么？来接你回家呀。张帆脸上堆着笑，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一朵花，一朵快要枯萎的花。乔乔，没想到你在信华工作呀，你早说呀，这样
我们就会考虑一下要不要让你当家庭主妇了。不过你估计在里面干的也不是很高层，我们还是得商量一下。”我愣了一瞬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看他的语气，应该不知道我就是信华总经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我蹙起了眉：“谁告诉你们的？”张帆，我已经跟你分手了，请你们不要来纠缠我。乔乔，你怎么能忍心跟我分手？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张帆哀求似的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拿捏。我轻笑，进门拿出了当时的验孕棒。你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我没有怀孕。此话一出，他们两人瞬间炸了。怎么可能？张帆妈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抢走了我手上的验孕棒。她的眼珠子转着，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一脸看穿了的表情开口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想骗我们，我们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”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就去医院做检查。”医院里，我刚从打印机里打印出了检查结果，就看见身后张帆妈不屑的目光：“你少给我们耍花招，要是我的孙子有什么事，就都是你闹的，我们可不会放过你。”我无视他的话，先认真查看了报告，看见显示阴性的那一行，我笑了。我将报告递给张帆，指出了阴性这2个字。张帆睁大了眼，满脸的不敢置信，嘴里喃喃道：“你真的没有怀孕？”张帆妈看清检查单的内容时，一副天塌了的模样，瞬间跌坐在地，大声哭喊起来：“哎呦，我命苦啊！我唯一的孙子啊，你怎么就没了呀？”眼见周围路过的人都侧目看过来，张帆妈哭得更起劲了：“大家快来帮我评评理呀！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2周前怀的孕，2周后就没了，肯定是她偷偷去打胎，把我孙子打了。我见她怀孕，大老远从乡下出来，让她好好养胎，先别上班了，我在家里照顾她。结果她不理我的好心，硬是要闹着和我儿子分手。我怎么劝，怎么哄都没有用。我没想到她这么狠心，连自己的孩子都打掉了。”张帆妈指着我，不停地控诉：“也只是光打雷不下雨。我最后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打胎，而是并没有怀孕。我之前只是单纯月经推迟，现在我也已经来月经了。是你们不信，非要拉我来医院。现在检查报告单在这，你还要造谣我打胎？碍于人多。”我耐着性子又解释了一遍：“不可能。那你之前在我儿子家的时候怎么不说？”张帆妈似乎一点都听不进去我说的话，自顾自吼着：“那是因为我要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离谱。”我冷笑：“既然他非要个解释，那我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都说清楚了。”我把那天在张帆家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包括张帆和他妈的炸裂言论。旁边围观的人大多数都是妇人，还有陪着老婆来产检的男人。听完我说的话，人群里瞬间躁动起来，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怀孕了就逼人家当家庭主妇，还借口说是为她好，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无非就是想借机踩在女人上一头。还好她发现得早，不是结婚后才发现的，不然嫁给这样的人家，以后有她好受的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重男轻女这一套，生儿子给2000，生女儿给200。你家是有什么皇位继承吗？敢说出来我都不敢听。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张帆和他妈顿时熄了火，脸因为羞愤而涨得通红。那怎么了？他都跟我儿子睡过了，就是一破鞋。张帆妈梗着脖子喊出声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人安静了一瞬，更加愤怒了，直接就是指着他们一顿输出：跟你儿子睡了就成破鞋了？你儿子是有多垃圾呀？人家小姐姐愿意跟他谈恋爱，都是帮扶你家了，好意思说这种话？
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这种话的？你就是网上说的超恶毒婆婆吧？你这种人是病，就得治。现在众人的情绪越来越高涨，还有人将手上拿着的废纸扔了出来，砸到他俩身上。不一会儿，场面逐渐混乱，连保安都出动了。保安将张帆和他妈围起来，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，委婉地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离开。眼看对他们不满的人越来越多，俩人都憋着一口气，却什么也不敢说，只恨恨地瞪了我一眼。乔妍，你给我等着！张帆放了句狠话，随后和他妈灰溜溜地走掉了。人群对他们的骂声一直持续到他们出门口，我心里不禁有些爽感，和众人道了声谢，我就自己回了家。张帆说的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我倒要看看他让我等着的是什么。这些天我依然照常上班下班，张帆那边已经很久都没有消息了。正当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中，准备忘记张帆这个人时，他却再一次出现。这次他是和一个女生一起出现的。这天是中午午休，我出门去公司对面买咖啡，在咖啡厅撞见了张帆，他身旁还坐了个女生，精致的卷发，纯白色的连衣裙。这不是公司的前台黄丽丽吗？我好像明白为什么张帆会知道我家的地址，以及知道我在信华工作了。好在我是新上任的总经理，公司里还没几个人知道我，所以黄丽丽并不认识我。我不想继续纠缠，想赶紧买完咖啡就走。谁知张帆他们眼里那么好，一眼就看见了我，他上前挡住了我的去路，眼底都是挑衅。哟，你怎么在这？不会是看我在才来的吧？他说的话带上气泡音，一如既往的油腻。我嫌恶地撇撇嘴，平静说道：我要是知道你在这，我打死都不会进来。你……张帆蹙起眉指着我：帆哥，怎么了？这时黄丽丽凑了上来，挽住了张帆的胳膊，一副很是亲密的模样。张帆见到是他，脸上情绪松了不少。我打量了一下他们，估摸着他们应该认识了很久了。我告诉你乔妍，你以为我没有你就不行了吗？你看见没有，追我的女人大把，你不愿意给我生孩子。丽丽不一样，她愿意，而且她已经怀了3个月了。张帆不屑地看着我，手轻轻抚摸上黄丽丽的小腹，眼底都是温柔。我顿时明白了什么，黄丽丽怀孕，证明她在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出轨了。张帆，你真是够恶心的！我强忍下想一巴掌扇死他的冲动，心里还是止不住的恶心。那怎么了？谁叫你不把握好机会？你要是当初乖乖听话，直接嫁给我多好，这样还有丽丽什么事？我最多就只跟她是床上关系，而这些也都是你逼我的。张帆叫喊着，脸上都是愤恨。而一旁的黄丽丽听到他这样的话，明显脸色阴沉了下去，但没过几秒又重新恢复了刚刚的温柔模样。我现在想通了，丽丽才是我要找的好女人，温柔善良，不像你一脸泼妇样，居然还敢这样对我妈。张帆看不出黄丽丽的异样，直接搂上了她的肩膀。丽丽还是信华的前台，到时候可以靠她拿到总裁的信息，让我去攀附一下。而你，乔妍，你什么本事都没有，那就祝你们所死。看着这2个人亲密的举动，我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。我索性咖啡也不买了，打算回去叫外卖。没理会张帆还在巴巴的嘴，径直离开了这里。工作了一下午，伸懒腰时，助理送进来一沓文件，我瞟了一眼，是新员工入职的体检报告和入职安排。我顿时想起，差点忘记把张帆除名了。我在一堆报告里找到了张帆的名字，把他的报告纸抽了出来。出于好奇，我仔细查看了一番，没想到被我看到了个惊天大秘密。
体检报告上显示，张帆居然有无精症，也就是说，他根本不可能让黄丽丽怀孕。那么，黄丽丽肚子里的孩子想到什么的？我捂住嘴，强忍住笑意，才没在助理面前笑出声，平复了一下自己有些兴奋的情绪。我将剩下的文件都看了一遍，我单独把张帆的体检报告收了起来，挑出了几个淘汰者，交给了助理。这些人里每一个都比张帆学历高且简历优秀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帮他走后门。不过现在好在也算是雨过天晴，不用再受烂人折磨。今天是周五，我爸说要接我下班，一起回家过周末。我心情还算不错，就答应了下来。走到公司门口时，还在便利店买了一瓶冰镇饮料。老爸将劳斯莱斯停在门口，我开心地坐上副驾，丝毫没注意到暗处的角落有人正在偷拍我们。在家过了个好周末，我收拾收拾心情，继续回公司上班。刚一进门，我就察觉到了无数异样的目光，周围同事的窃窃私语伴随着打量的目光，看得我脸上一阵火辣。难道是我的身份暴露了？我没想太多，先回了办公室。本来以为今天会跟往常一样时，助理面带犹豫地走了进来。正好，我也想问问他今天公司的人怎么回事。助理似是知道我想问什么，提前一步拿出了手机，他打开了一个页面，摆在我面前。经理，你看这个。我眯眼拿起手机，上面赫然是一条社会新闻，标题赫然是信华公司疑存职场妲己，考勾引总裁上位。往下翻，一张张照片映入我眼帘。这正是周五的时候，我爸来接我的照片。照片的角度很刁钻，一张拍到了我上车和我爸笑意盈盈的画面，一张拍到我坐在副驾驶内和我爸的错位图，举止亲密无间。我爸的身份，全公司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毕竟他时常要登录财政杂志。但我爸从来未向社会公开过自己有个女儿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。文章里，作者不停地抹黑我的形象，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拜金女。虽然从名校毕业，但毫无实力。之前是靠男友养，后来居然一跃进了全国最大的公司工作，其中一定有猫腻。而现在才被爆出，居然是勾引了总裁，靠小三的身份上位。我的眼神逐渐冷了下去，用脚趾想，我也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了。这拍照的角度以及提及我男友那么多次，多半就是黄丽丽和张帆的手笔。文章绘声绘色，热度越来越高，评论里都是对我的辱骂和攻击。学校里有学术妲己，工作上有职场妲己，我真是受不了这些人了。自己没有能力，天天腿一张就有饭吃，我们这些勤劳的打工人算什么？这信华总裁也太傻了。我记得他有老婆孩子的，事业上风生水起，现在因为一时欲望毁了自己。我觉得那个女人才最恶心，这样随随便便就有好工作。我在学校当牛马那么多年，拼了个好简历，出到社会却没人要，真的是感同身受。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抵制。等我去官博底下问候一下，叫他们开除这种人才行。至于总裁，他老婆肯定会管他。这女人我认识，是我们公司新晋的总经理。我当时还奇怪呢，怎么那么年轻就当上了？没想到是这句评论引起了网民的愤愤不平，点赞数量持续上升，已经有到热议评论的趋势。毕竟居然靠出卖身体就可以来到总经理的位置，任谁都会觉得很无耻。这件事还没完，我打开公司的官博，发现评论区已经被围攻，手指往下滑，
我发现新增评论里的人发的都是图片，图片里的人虽然打了很多码，但我还是看得出来，图片上正是我，而且是在床上的我。我顿时想到了什么，手差点没拿稳，身体都有些发抖。是张帆，张帆偷拍了我在床上的照片，他居然敢将这些发布到网上。我气得想砸桌子，却努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现在大家看到这些照片，都觉得是我跟金主在床上的照片。原本要是被大众误会，我当然会直接选择澄清我和我爸的身份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。现在整件事上升到了法律层面，那我将不会心软，我要将他们一个个都送进监狱。我吩咐助理把公司法务部的律师请来，还有对这些恶意散播我照片的人一个个截图保存。接着我就把张帆从黑名单中拉出，打了个电话过去。张帆，你真是好手笔。我的语气难掩愤怒，我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呀！网上的东西都看到了吗？这是我送你的分手大礼。不过我没想到你居然混上了信华的总经理，早知道当时让你帮我走个后门，再跟你分手了。不过你赚的都是些不干不净的钱，不要也罢，反正我前程似锦，你这种阴暗生活里的女人是不懂的。张帆嗤笑出声，话语间都是得意之色。忘记告诉你，你已经被我司淘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晚就会收到淘汰邮箱。还有，我将会起诉你造谣，等着蹲大牢吧。我也冷笑，说完没给他反应的机会，反手挂了电话。收集完证据，已经是傍晚，我竟迎来了新一则消息。只见张帆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，视频里他说他是我的前男友，靠自己实力争取来了有机会进信华的 offer， 但没想到因为我的记仇，直接淘汰了他。他说现在我很崩溃，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希望广大网友可以帮我要回一个公道。评论区都是支持他声讨我的，我没太在意，反而更兴奋。张帆闹得越大，我越好处理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第二天，我直接报警，并起诉了张帆。我拿出我的户口本、身份证明我是我爸的女儿。警察则没收了张帆的手机，查看里面的相册，果然是他偷拍了很多我的床照，故意散播在各大平台。站在一旁被扣住的张帆目瞪口呆：你居然是信华总裁的女儿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平时那些穿搭还有生活习惯，一点都不像个豪门千金啊！我都懒得理这种蠢货，平时只是我为人太低调，不想招是非，没想到还是招来了张帆这个大是非。最终，张帆被我起诉进了监狱。之前在网上散播我照片和谣言的人，我也一个没放过，全部举报到了当地警局，让他们处理。让我可惜的是，黄丽丽居然没事。她也是有头脑的人，只提供照片证据，提供完就删了聊天记录，其他东西全是靠张帆一个人去打点和发布。张帆进监狱之前，我拉住了他。我从包里拿出当时特意拿了的体检报告，甩在了他的脸上。张帆，你认真看看，你是无精症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，很是期待他脸上的表情。果然，他瞪大了双眼，迅速捡起地上的报告单仔细查看起来。越看，他的手越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那黄丽丽肚子里的孩子。但证据摆在他面前，又不得不信。妈的，那个贱人居然敢骗我！不是我的孩子，她怀的不是我的孩子，我要回去杀了她！居然敢找我当垫底，我要杀了她！随即，张帆像发了狂一样，嘴里不断骂着，想往警局门外冲。警察们见状，纷纷上去扣押住他，将他拖了进去。
签完字，我就从警局里出来了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。这一刻，我感到无比的轻松。后来，公司用官博发了声明，以及那些造谣我的人的后果，还附上了我的校园简历以及处理工作的工作能力，让所有网友都信服了。只有偶尔几个不合群的声音，依然觉得我是个职场妲己。我一般都直接截图起诉，不服官到服。这件事后，我更加把心思放回在工作上，没有理会外界的声音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张帆出狱的时候。本来我是没有他的消息的，是以前住在那里的邻居小姐姐突然联系了我。她跟我说，张帆回来那天可热闹了，一进门就是一通发火，动静大的把周围邻居都吵了个遍。之后就是打人的声音，打的还是他的新女友。邻居小姐姐啧啧地说，他那女友肚子的月份都快要到生的时候了，他居然还打得下去手，还打进了医院。听小姐姐描述，我大概懂了是怎么一回事。张帆知道自己无精症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黄丽丽泄火。他对她又打又踢，嘴里一直不干不净地辱骂着。奈何黄丽丽也是个狠人，硬是说孩子是她的。张帆直接被气得没有了理智，狠狠地对着她肚子踹了好几脚。老子无精症，你还敢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老子的？老子根本生不了。你跟外面的野男人鬼混完，找我接盘是吧？我让你接，我让你接，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你！张帆双眼通红，丝毫不顾地上哀嚎的黄丽丽以及流满一地的血。张帆妈则是在一旁支持张帆的行为，居然敢绿我儿子。在我们乡下，你这种女人是要进猪笼的，打死你都算便宜你了。是其他邻居看不下去了，怕出人命，赶紧打了120。120来把黄丽丽抬走时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不用说都知道，孩子一定是保不住了，也不知道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听到这些，我并没有什么情绪，反而觉得是活该。他们只是为自己所做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按理来说，张帆把黄丽丽打成这样，警察一定会上门把她押走。邻居小姐姐说，警察上门了，但是找不到张帆和他妈，两人像人间蒸发一样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这几天，我心里总是有种不安的感觉，但是每天的生活还是照常，看不出来哪里有不一样。直到这天，我加班后照常下班，公司已经没有了人，错过下班高峰期，街道上也是人烟稀少。我刚出公司门口，想往公寓的方向走，就有一个人影窜到我面前，直接对着我跪了下来。我吓了一大跳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结果定睛一看，正是张帆。很久不见，他脸上的胡茬肆意生长，眼底的红血丝和脸上都是憔悴。乔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张帆跪着向我走来，脸上都是祈求之色。是我贱，是我当初这样对你，是我不好，求求你原谅我。我们回到以前那样好不好？我还是很爱你的，乔。那个黄丽丽是她勾引的我，我只是一时糊涂才上当。我现在已经快把她打死了，给了她惩罚了。你可以回到我身边吗？你不是说不想生孩子吗？我是无精症，我生不了的。我可以跟你一起丁克。乔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还有我的，你就原谅我，重新跟我在一起吧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，我会放你出去工作的，毕竟你是经理，前途无量呢。张帆的眼神看得我毛骨悚然，但我还是强撑着勇气说道，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，你做得出这些事情，就要承担它的代价。张帆闻言突然大笑了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乔，你还是那么天真可爱，
他的神色接近癫狂，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乔乔，我已经在给你机会了，只要你愿意继续跟着我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不会计较以前的事，我会选择跟你好好在一起。张帆步步逼近，我心中警铃大响，一步步向后退去。突然，我的背后撞到了一个人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身后的人就捂住了我的口鼻。我挣扎着，越挣扎越无力，直到意识模糊，彻底昏倒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是在一个酒店里，我的手脚都被捆住，脑子疼得快要爆炸。扭头一看，我旁边坐了2个人，正是张帆和他妈。张帆见我醒来，猛吸了一口烟，将烟圈吐在了我的脸上。乔乔，你醒啦！闻到烟味的我直接被呛到一顿咳嗽。张帆见状，立马熄灭了烟，一脸关切地问我：乔乔，你没事吧？我都忘了你不喜欢我吸烟，我现在就不吸了。乔乔，你看，我已经把它熄灭了。张帆脸上都是温柔和深情之色，以往我最喜欢看他这个样子，让我感到有满满的爱意。现在再看，只觉得浑身冰凉，心底发毛，实在是可怕和恐怖。张帆看穿我心底的想法，叹了口气，坐在我身旁。乔乔，你说，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？得不到我的回答，他又自言自语了起来。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不会原谅我，但我已经无路可逃了。你不愿意帮我度过这个难关，我就要被警察重新抓到监狱里面去。现在我只有2条路，要么你帮我，要么我就拿到一笔逃命钱。他定定看向我，你不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，那我只能用你要挟你爸，让他给我送钱来了。说着，张帆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，小刀划过我的脸上，冰凉的触感让我害怕到发抖。你想干什么？张帆一脸可惜地看着我，随后脸色阴狠起来。我要刮花你的脸，又或者是切掉你的手指，录个视频，又或者是直接寄去你家里，这样有刺激，又能拿到钱，你不受一点皮肉伤，你老爸怎么会心疼你？怎么会给我打更多的钱呢？说着，他就让他妈举起了手机，对准了我的方向。他拿着刀，缓步向我走来，一步步，我都感到无比的煎熬，像是在凌迟一般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心里不断祈祷着：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许是我的祈祷真的有效。张帆快要接近我时，酒店的门被一脚踹开，警察和我爸都冲了进来。张帆反应过来，立刻想跳窗逃走，可惜了，警察早预料到他这一手。窗外楼下已经围满了警察，我从巨大的窒息感中重新活了起来，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。看见我爸焦急跑过来的身影，我泄气般闭上了眼。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在医院了。爸爸妈妈关切地围在我的病床旁，我委屈的眼泪瞬间落下。妈妈心疼地抱住我，轻轻拍抚着我的背。爸爸没吭声，自顾自抹眼泪。张帆的判决出来了，是无期徒刑。绑架勒索不足以让他这样判，是因为在医院抢救的黄丽丽没有抢救回来，她构成了过失杀人罪。而他妈妈是2次案件的同伙，被关20年。我出院那天，阳光明媚，爸妈搀扶着我，嗔怪似的敲了敲我的头。以后这种事一定要告诉我们，不许自己这样冒险。我点头如捣蒜，逗笑了爸妈，坐上车，我们开往回家的路，也是我未来幸福人生的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